鱼儿，少羽兄，你们族内对这远古战族了解多少？楚风问。而后经过小鱼儿和仙海少羽的讲述，楚风也是了解了一些情况。时代初期群雄争霸的时代，关于远古战族的记载很少。远古战族一直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势力。后面，仙海鱼族的一位长老机缘巧合下结识了远古战族的一位长老，这位长老名为战连月。那长老知道一个遗迹，而那遗迹在仙海天河之内，所以便想与仙海鱼族合作。仙海鱼族从来都不是不讲道理的势力，虽说仙海天河是自己的领地，可那座遗迹他们还真不知晓。于是便应下了这次合作，一同去开启那座遗迹。遗迹开启顺利之后，远古战族以战连月为桥梁，多次与仙海鱼族合作。两族之间的合作倒是非常愉快。可对于远古战族，仙海鱼族却并没有那么了解，只知道远古战族的几个据点，并不知道远古战族的族群所在位置，甚至从始至终都未曾见过远古战族的族长。那你们知道远古战族的实力吗？楚风又问。之前我族内见过的远古战族中，实力最强的便是战连月长老，他的修为在7品真神。仙海少羽说道。7品真神吗？那感觉也不怎么强啊，淡淡感叹。而楚风则是看向外面，打量着他们所在的阵法世界。但目前来看，远古战族的实力可绝对不止7品真神这么简单。只是那阵法世界，楚风就觉得远古战族的底蕴极其雄厚。大哥哥，对于眼下的情况你怎么看？小鱼儿暗中对楚风询问。他其实是有些慌的。虽说远古战族与仙海鱼族之前关系不错，但毕竟只是合作关系，说白了也是为了利益。而现在他们很可能是窥探到了远古战族不愿外传的秘密，谁都不清楚远古战族对他们真正的态度。实际上仙海少羽第一时间亮明身份，也是想让远古战族清楚他们身后的背景。可哪怕如此，小鱼儿还是有些担忧。静观其变吧，也不用太慌。这位前辈有1品天龙的修为，而且人不错，若真的远古战族对我们有别的念头，相信那位前辈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楚风暗中对小鱼儿和仙海少羽说道。1品天龙吗？这比我想的弱呀。仙海少羽偷偷说道。这位前辈修为受损了，之前应该更强。楚风说道。原来如此，我说的嘛。不过1品天龙其实也很有底气了。根据我族之前的推断，远古战族虽然实力不弱，但是没有达到天河霸主级别的实力的。虽然是合作关系，可之前远古战族对我族表现的态度还是十分敬畏的，因此我猜他们之中不可能有天神境。仙海少羽说道。希望如此吧。楚风之所以这样说，是这强大的阵法世界与那他们还未曾见过的宝藏联系到一起，他总觉得事情并不简单。毕竟百炼凡剑那弱小的分支都能出现战海川那等人物，倘若这里真是远古战族的正统，天知道有没有特殊的妖孽存在。之后楚风也向界善仙询问了一些界善仙的想法，而界善仙则是开始惜字如金，什么都没有告诉楚风。没过多久，远处天际出现大片身影，宛如银色云朵，快速靠近。定睛一看，那是万人组成的银甲大军，但为首的则是一名身穿红裙、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子。别看红裙女子那前凸后翘的身材十分吸引眼球，可那张脸却是怒气冲天。她靠近后，银甲大军便将这座立于山巅的宫殿团团包围。红裙女子飞落在山巅之上，身后跟着2名老者，气势汹汹地向宫殿走来。牡丹小姐，原本守在此地的人还想阻拦，可红裙女子眼睛瞪得老大，随之吐出一个滚字，那些人便退到一旁。紧接着砰的一声，殿门被一脚踹开，红裙女子与那2名老者破门而入。他们全都没有隐藏修为，红裙女子是4品半神，至于那2名老者则是5品真神。哪2个是仙海鱼族的？红裙女子以审视囚犯的目光打量着楚风3人。仙海少羽并未直接回答，而是凝声询问：你又是何人？之前面对那位长老的客气与礼貌，在这一刻荡然无存。此时仙海少羽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，那是仙海鱼族少主的气势，这让那2名老者都是目光变化。经验告诉他们，这种气势可装不出来，对方绝对出身不凡。但那名红裙女子却是不以为然：我是谁？你们没资格知道。说，为何擅闯我远古战族？你们到底有何目的？不给出一个能够让我信服的答复，你们别想活着离开。你没资格与我说话，叫你们族长来。仙海少羽说道。就凭你也配见我父亲？来人，将他拿下。女子此话一出，那2位老者虽有些忌惮，但也打算动手。住手！可此刻外面却传来声音，又有3道身影飞掠而来，仍是2名老者与1名年轻女子的组合。那女子身穿白裙，身材不如殿内这位突出，但也够用了，而脸蛋则是更加好看，高高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配上一张白皙的瓜子脸，很有气质。虽说容貌来看，后面这位更加突出，可却也能看出2人有些相像，多半是姐妹。姐姐，此乃我族贵客，不得无礼。
果然，白裙女子进入宫殿，便立刻拦在了那红裙女子身前，生怕红裙女子再做出什么。贵客茉莉，他们强闯我远古战族禁地，乃是死罪，怎会是贵客？红裙女子说道：“姐姐，长老说了，他们的令牌是真的，况且他们也讲述了缘由。仙海鱼族与我族乃是盟友，不会骗我们的。”白裙女子说道：“令牌是真的，谁知道人是不是真的？况且就算真是仙海鱼族的人，那你就怎知仙海鱼族是否可信？这个年头，自家人都不可信，外人更不可信。”红裙女子说道。而就在此刻，白裙女子则是拿出一块令牌，这令牌为金色，正面写着远古战族，后面写着族长钦此。看到这令牌，红裙女子面露不悦：“茉莉，你用父亲给你的令牌来压我？姐，我没有压你的意思，但仙海鱼族与我族而言，确实是贵客，况且他们所言也有道理。至于真相，父亲大人定会调查清楚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断不可对贵客无礼。”白裙女子道：“行，那这件事我不管了。”红裙女子气得脸色通红，跟快要喘不上气了一般，大袖一挥，怒气冲冲地率领着银甲大军离开。白裙女子则是看了一眼身后2名老者，老者退出宫殿，还主动关上殿门。白裙女子这才对着楚风3人施以一礼，自我介绍一下：“我名为战茉莉，刚刚的是我姐姐战牡丹，我族当今族长，乃是我们的父亲。我姐姐性格直率，但本性不坏，刚刚的事情还请3位不要怪罪于她。”“没事，能够理解。”仙海少羽说道。不知3位该如何称呼？战茉莉询问道。而楚风3人也是分别告诉了战茉莉自己的名字。茉莉姑娘，其实想要验证我们是否说谎，你们派人去我说的地方即可，没必要这么麻烦。你们既然生活在这阵法世界之中，必然也有出去的方法吧？仙海少羽说道。少羽公子，我族如今出现了一些变故，没有办法出去。战茉莉此话一出，让仙海少羽意识到这事情似乎不好解决了。少侠公子莫要担心，这件事情我族会调查清楚，定然不会冤枉你们。你们初次来到我族，我带着你们参观参观我族吧。对于战茉莉的盛情邀约，楚风3人自然不会拒绝。对于神秘的远古战族，他们本就想要了解。而后在战茉莉的引路下，楚风等人开始周游这远古战族的阵法世界。楚风等人发现，他们先前所待着的宫殿距离远古战族的中心很远，但一路走来，不仅看到众多守卫，更是穿过多道结界。虽是偏远之地，但却也是重点保护的禁地。走了一段路程，一座恢宏的城池才浮现在他们眼前，那才是远古战族族人真正生活的区域。刚进入城池，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9座通天的雕像。看到那9座雕像，楚风立刻便被吸引，因为那9座通天雕像的形态乃是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、钩、叉、锤9把兵刃，那并非寻常雕像，其中蕴藏着非同一般的力量。见楚风很感兴趣，战茉莉讲述道：“那是我族的9大秘技传承地。”9大秘技传承地。闻言，仙海少羽和小鱼儿看着那9座雕像的目光也都更加明亮起来。莫非现在也能够传承？楚风询问，因为他能感觉到那9尊雕像内蕴藏着的力量，多半就是秘技的力量，只不过那力量似乎也不是很强了。我为3位介绍一下吧。关于这9大秘技，还要从我族先祖说起。我族先祖为人低调，但却实力强大。这9大秘技正是由他所创造，但也正因9大秘技太过强大，根本无法传承下来。于是先祖大人便打造了这9大秘技传承地。这里面并非真正的9大秘技，算是弱化后的9大秘技，只要族人能够达到要求，便可以接受这秘技传承。不过根据每个族人的天赋不同，能够从这传承的继承的秘技也有强弱之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如今这传承地内的秘技普遍已经较弱，我族已经没有人会到9大秘技传承的接受传承，是故意留存一些秘技力量当做纪念。毕竟那些已经得到了秘技的前辈们，他们也是可以将他们得到的秘技传承给他人的。所以在我族之内，掌握着9大秘技的人还是不少的。比如我就掌握了3种远古秘技。战茉莉说话间，意念一动，磅礴的武力自其体内冲天而起，随后一把长达万米的战戟悬于天际，紧接着巨刀与巨剑也是随之浮现，皆是高达万米。战茉莉伸出玉手，对着3件兵刃勾了勾手，那3件万米巨刃不仅自高空飞落而下，且形态收缩，化作正常兵刃大小，于战茉莉身旁悬浮。楚风更多的目光则是看向了远古战剑，那远古战剑的形态与自己所掌握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气息上却有差别。虽说战茉莉的修为只是半神，可楚风能够感受到战茉莉那远古战剑的气息比楚风的更强一些。楚风公子似乎对这远古战剑很感兴趣。战茉莉注意到了楚风专一的目光，我觉得这把剑比较帅。楚风笑道，楚风公子很有眼光。正常来说，这远古战剑在9大秘技之中可排第3，第1是远古战戟，第2是远古战刀。战茉莉说道，所以
茉莉姑娘掌握的是最强3个秘籍。楚风问道：我这远古秘籍乃氏族内一位前辈传承给我的，不算强，只是留作纪念吧。如今我族真正强大的远古秘籍都在我父亲的身上。战茉莉说道。最强的9个都在吗？楚风问。最强的9个远古秘籍都在，不过也只是传承秘籍，还存于我族之内中的最强。时代初期，我族很多先辈离开了，他们带走的远古秘籍更强，不过也都是传承秘籍。最强的秘籍还是先祖身上的那9大秘籍，那才是真正的9大秘籍。战茉莉解释道。那真正的9大秘籍不在远古战族了吗？楚风问。先祖打造了9大秘籍传承地后也离开了，至今没有音讯，但都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想必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我远古战族真正的9大秘籍实际上已经失传了。提及此事，战茉莉有些遗憾。听到这里，淡淡的声音也是想起这样说来，你所得到的还真就只是复制品，并且还是众多复制品中较弱的。看来是这样的了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本女王看这战茉莉挺好说话的，你不如直接问问关于远古战族分支的事。淡淡问道。我也正有此意。楚风回答完淡淡后，便看向战茉莉。茉莉姑娘，有一事想要请教。楚风公子，你说。战茉莉道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因缘际会下遇到过远古战族的族群，那些人虽然待人友好，但修为并不是很强。可是那些人中也有人掌握着远古秘籍，根据我那朋友形容，与你这远古秘籍看上去还真是极像。所以我想问，那是冒充你远古战族的人，还是真是你远古战族的人呢？楚风并没有说实话，为了不招惹麻烦，选择侧面询问。有可能是冒充的，但也有可能的是我远古战族在外的分支。时代初期，我族曾出现过一些事情，导致很多族人离开后便再也没有回来。战茉莉说道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听朋友说，他遇到的远古战族乃是隐居状态，按照茉莉姑娘所言，可能还真是远古战族的分支。楚风叹道。你那朋友可有说是在哪里遇到的？战茉莉也是好奇起来。我那朋友没说。楚风说道。那你朋友可有说那些远古战族的人过得如何？战茉莉又问。还算稳定。楚风道。那便好。战茉莉感叹，虽是离开多年的分支，说起来与他们关系已经不大了，但从战茉莉的表情能够看出，她还是很关心那些离开的人。轰隆隆！而就在此时，一声巨响忽然传来。顺声观望，在城池之外的平原上，有结界之力正在肆虐，强大的冲击力已是贯穿云端，哪怕距离很远，却也看得清楚。三位抱歉，好像出了点事情，能否在此等我一下？我去就回。当然，若是不介意，也可随我同去。战茉莉说道。当然不介意，一起去吧。仙海少羽说道。他们都能看出那边出了一些问题，虽然动静很大，可实际上的威力并不是特别大，不过是真龙初期的结界之力。主要是他们也很好奇那边到底怎么了。那边有劳3位了。战茉莉话音落下，便带着楚风3人飞掠而去，发现那是一座巨大的广场。当他们赶到的时候，结界涟漪已经溃散的差不多了，但广场之上却是一片狼藉，无数天材地宝散落在浩瀚广场之上，还有不少人受伤了。那些人都是界灵师，虽然穿着界灵长袍，可腰间却没有远古战族的令牌，看样子不像是远古战族的人。诸位没事吧？没事便继续，先将所有材料重新分类。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响彻。顺声观望，那是一个满头黄发、长相丑陋的老者。他说话的时候还在布置疗伤阵法，是在治疗自己。显然刚刚的冲击他也负伤了，而从他布阵能够看出，他的结界之术并不是很强，只是一品真龙。但从他开口后，那些人便乖乖听从的反应也能看出，他应该是这里的主事人。李长老，您没事吧？此刻战茉莉也是飞落到那老者面前。茉莉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是被我那动静惊到了吧？都怪老夫无能。那李长老很是愧疚地说道。李长老无碍，您人没事就好，我族现在可就靠您了。战茉莉此话一出，那李长老的脸色倒是好转了一些。他其实很怕战茉莉责怪他，怎么回事？又失败了吗？真是没用，养了你们一群废物。可就在此时，远处天际却传来一声怒骂。顺声观望，浩浩荡荡的人马飞掠而来，为首的正是战茉莉的那位姐姐战牡丹。